在印太地区，美国的军事部署到底有多强？最近这段时间，亚洲成为国际热点。之前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与那国岛已经开始军事化，日本派遣了防空导弹，美国陆战队则是把家当都搬了过来，还设立了一个前进武装加油站。下一步或许就是远征舰队拦截系统 NMESIS。当然，以上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在与那国岛的这点动静，不过是美军在印太地区憋大招的一个缩影。那么在印太地区，美国的军事部署都有哪些？战力又有多强？在当前紧张局势下，是否会进一步加强？在与那国岛，美军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潘家秀，也就是坚定之龙2025演习。美军陆战队第12近海后军营在2天的时间内，把整整18个标准货柜的野战装备、2个巨型水柜，还有一个冷藏货柜的生活物资送到了与那国岛的自卫队营地里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顺手演练了一把战场实况，模拟怎么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下把伤员快速拉回来急救，打通了这座前沿孤岛的后勤生命线。如果你以为美军只是来这儿就是为了搬箱子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在印太地区，与那国岛的这点动静真不够看。因为局势紧张的问题，美军正在搞一场几十年来罕见的大布局，调兵遣将，升级装备，甚至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搬过来了。那么美军现在在印太手里到底捏着多少张牌？这一波操作下来，印太地区的天平会怎么倾斜？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，用铺天盖地这4个字来形容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负责这片区域的带头大哥，也就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，这群人管得相当宽，他们的责任区覆盖了地球表面差不多一半的面积。西边从美国西海岸家门口开始算，东边一直划到印度西部的边界，北边顶到北极圈，南边直接插到南极洲，这就叫全球战略，涵盖了38个国家以及全球50%以上的人口。为了撑起这么大的一张网，美军下了血本，长期驻扎在这片区域的军人和文职人员总数高达37.5万人，很多中等国家的正规军总数都没这么多。在这些力量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平洋舰队，说它是全球最能打的海上力量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这支舰队手里捏着足足200艘各类舰艇，其中最核心的家当是5个完整的航母打击群，再加上将近1100架各型飞机，还有13万名天天在海上漂的水兵，放到欧洲这边直接吊打英法海军。在这些舰队里，最熟悉的老朋友就是部署在日本横须贺的第7舰队，这是美军前沿部署的尖刀，常年保持着50到70艘舰船的在港率，其中包括航母，还有140架飞机随时待命，2万名水手枕戈待旦。舰队里的宙斯盾舰能防能打，上面装的标准3导弹能拦截弹道导弹，标准6能打飞机也能打船，巡洋舰里塞满的战斧导弹指哪打哪。水底下的12艘神出鬼没的核动力潜艇，既能炸地面目标，又能防对手潜艇，攻防一体的配置相当全面。除了海上这些大家伙，美军在陆地上的钉子也扎得很深。很多人以为美国陆军在印太就是摆设，主要靠海军空军，这句话大错特错。美国陆军在印太那是真的能扛能打。美国陆军第1军的前沿基地就设在日本作间，而且在2025年的预算调整里，美军特意把原本给欧洲威慑提议的一部分资源挪到了印太战区，而这信号还不明显吗？美军觉得欧洲那边有北约顶着就行了，真正的硬仗在亚洲，这部分资源重点强化了防空反导以及远程打击能力，摆明了就是要在这边构筑一道铁墙。现在陆军最核心的王牌部队叫做多域特遣队，核心思路就是打破界限，全面出手。以前陆军就是管地上的，现在不行了，天上、海上、网络、太空，只要能打击对手，陆军都要插一手，整合了远程火力、情报侦察、网络攻击、电子战等一堆能力。这支部队的出现，标志着美国陆军从治安战彻底转型到了大国竞争。海军陆战队这帮4等人现在也抖起来了，他们的核心思路叫远征前进基地作战。现在美军陆战队不怎么练大规模登陆战了，他们练的是怎么开着鱼鹰运输机，带着海马斯火箭炮突然降落在一个荒岛上，打一轮反舰导弹，然后趁对手反击还没来，赶紧跑到下一个岛，或者留下一队人带着雷达和传感器在那儿当人肉眼线，把对手舰队的位置发给后方的航母。简单来解释，这就是海上游击队。与那国岛的部署就是这个概念的实战版。海陆都有了，空军也不能少。太平洋空军属于美军手里的一张王牌，靠着冲绳、加手纳、日本岩国、关岛、安德森这3个核心基地，支起了覆盖印太的空中打击网，形成前沿打击加后方支援的格局。
在严国基地，美军部署了36架 F-35，家属那基地也常年停着100多架 F-16等主力战机，随时能升空作战。至于 F-15已经撤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轮番来驻训的 F-22和 F-35A。只要一声令下，这些战机能迅速覆盖关键海域。关岛就更猛了，除了 F-35A、F-22、B-52H、B-2等战略轰炸机也是常驻嘉宾。美军这铺天盖地的部署可不是为了好玩，这背后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战略逻辑。在此之前，美军的印太战略讲究综合威慑，现在已经变成实打实的阻断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美军印太战略的核心思路就是综合威慑，说白了就是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，联合所有能联合的伙伴，形成威慑合力。方式也很简单，推进印太自由开放，搭建区域内外的联系，带动区域经济繁荣，强化区域安全，以及提升应对跨国威胁的能力。这里面最阴险最高明的一招就是带动经济繁荣和搭建联系。美军也清楚，光靠航母大炮吓唬人那是不长久的，得让人家觉得跟着你有肉吃，那才叫领导力。比如给印太国家建高标准的公路、港口，这种左手拿枪右手拿钱的套路，比单纯的军事威慑强得多。它能让美军的军事基地在这些国家扎得更稳。毕竟谁会赶走自家的财神爷呀？正因如此，美国可以把盟友揉到一起，形成一个全家统式的威慑。这个思路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：融合信息效应，打造全域作战能力，强化盟友关系，优化部署，方便机动。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融合信息效应。美军现在认为，威慑力这东西一半靠硬实力，另一半靠演技，也就是让对手相信你真的敢动手，真的能打赢。所以美军现在的每一次演习，比如那个坚定之龙，不仅仅是练兵，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信息战，就是演给对手看的。你看我2天就能把物资送上去，你怕不怕？不过呢，现在已经变了，之前是依靠核力量或者远程打击能力，让对方觉得打仗划不来。现在大家都一样强，这招已经不管用了，再想炸别人，搞不好自己先被炸了。于是美军换了一招，逻辑变成了你敢动手，我直接在你家门口拦住你。核心就是要在某些关键地方进行实打实的拦截。为了把这个想法落到实处，美军这次是真的动脑筋了。陆海空及陆战队4家分别推出了4大核心作战概念：陆军的多域作战，以及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。我们上面已经聊过了，就剩下海空。海军这边已经玩起了影分身之术，也就是分布式海上作战，思路是分散部署，集中开火。以前美军喜欢搞超级庞大的航母编队，看着是威风，一旦损失代价太大。所以现在美军把舰队散开，在这片大海上到处都是我的船，你要想打我，你得同时盯着几百个目标，生存能力大幅度提升。当然，虽然船分开了，但通过强大的数据链网络，这些分散的舰艇能够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。美军现在没事就搞大规模演习，就是为了练这个，确保在通信被干扰的情况下，这帮船还能自己找活干。空军则是敏捷战斗部署，跟陆战队那个有点像，核心是不依赖大型固定基地。以前美军战机都在加索纳、安德森这种大机场扎堆，一旦跑道被炸，几百架飞机全得趴窝。现在空军搞 ACE， 就是让 F-35、F-22这些金贵的战机学会从分散的简易的民用机场，甚至高速公路上起飞，还要培养一种叫多能空军人的兵种，修飞机的也能给飞机加油，给飞机挂弹的也能拿枪守机场，以此来提高生存率。你炸了一个机场，我还有10个备用的。这4大玩法相互配合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陆军用远程导弹踹门破防，海军分散开来控制海域，陆战队在岛上当前哨和刺客，空军利用隐身和机动性搞突袭。这套组合拳就是美军的底气所在。不过随着亚洲局势愈发紧张，美军的部署调整也越来越有针对性，这都是有证据的。首先就是加强印太军力，除了我们开篇说的与那国岛、石垣岛、宫古岛这些听着像旅游胜地的地方，现在全成了军事要塞，部署了岸舰导弹、防空雷达和无人机。日本自卫队也是相当配合，扩编导弹部队，部署电子战部队。盟友体系也发生了质变，以前美国的盟友那是各怀鬼胎，现在被美军绑的那是越来越紧。最核心的圈子是奥库斯、美英澳这铁三角。2021年成立后就没干别的事儿，专心搞2样东西。一是帮澳大利亚搞核动力潜艇，这是个100年工程，首艇要是2035年交付了，澳大利亚的潜艇就能从南边封锁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，跟关岛的美军形成南北夹击。二是搞第2支柱，也就是高超音速、AI、量子技术这些黑科技的共享。而且听说美军正商量着把日本、韩国也拉进这个技术圈，这要是成了，那就是个高科技版北约。再看美日韩铁三角，这3家以前因为历史问题，日韩那是面和心不和，但在2022年尹锡悦上来后，
韩国那是铁了心要跟美日穿一条裤子。戴维营峰会后，这3家基本上成了准同盟，导弹预警数据实时共享，联合演习那是家常便饭。2025年的自由护盾演习 B-52H 轰炸机带着日韩的战机编队巡航，这画面金正恩看了估计都要多抽2根烟。虽然现在韩国领导人换成李在明，日韩又因为独岛等问题闹僵，但毕竟还有个美国在这摆着，一旦有事儿，日韩还是会继续合作。还有那个4方安全对话，美澳日印。虽然印度这个队友有时候不太靠谱，老喜欢买俄罗斯石油，但是在合作这件事上，印度还是很积极的。4国经常搞马拉巴尔海上演习，这就是美军拉拢区域国家的一个大平台。菲律宾方向变化更是翻天覆地，美菲肩并肩演习规模一年比一年大。2025年居然搞起了联合多岛演练，美军陆战队直接把防空系统架到了菲律宾领土上，这标志着美菲合作已经从单纯的后勤支持变成了实打实的实战协同。最后就是钱的问题，打仗就是打钱。为了这盘大棋，美国国会专门设立了个太平洋威慑倡议，这相当于给印太战区开了个私房钱账户。这笔钱从2021年到2024年翻了3倍，2025年更是接近150亿美元。而且资源分配也非常明显，陆军把欧洲的钱挪过来了，重点升级印太的防空反导，这说明美军的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彻底完全不可逆的东移。2025年，美军专门拨款强化关岛的导弹防御和指挥中心，包括加固机库、升级燃料管道。在印太地区，这是美军的大本营，美军这是做好了关岛挨炸的准备，要把这里建成一个打不烂的海上堡垒。有了那么多的调整，美军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。在日本这边，美国陆战队练的是72小时内搭建前沿基地，空军练的是从8个分散机场快速升空，讲究分散部署，核心就是快，一旦有事儿能快速形成威慑。在朝鲜半岛方向，驻韩美军近 2.9 万人常年保持高戒备，萨德反导系统和韩国的驱逐舰联网，支起了多层反导网。现在又加上美日韩3方联手，共享情报，一起电拦截，还一起监督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执行情况，形成了军事威慑加制裁监控的双层体系，确保能实时压制朝鲜的核岛威胁。奥库斯和美日韩准同盟的深化，让美军的威慑范围确实扩大了。高超音速武器的部署，让美军有了更强的破防能力。那4大作战概念的演练，也让美军的反应速度变快了。可以说，美军已经成功从那个笨重巨人变成了一个灵活、多欲带刺的刺猬。未来美军的印太部署大概率会沿着这3个方向继续狂飙。第一，继续卷技术，高超音速武器、AI 指挥系统、无人舰艇，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印太地区。美军会想尽一切办法拉大同对手的技术差距，形成降维打击。第二，盟友圈子继续扩，阿库斯的第2支柱可能会吸纳日本、韩国，甚至新西兰、加拿大，形成一个核心的高端军事圈。第三，前沿支点继续硬，像与那国岛这样的小型基地会遍地开花，美军会把更多的导弹、雷达塞进这些不起眼的小岛。只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军这一套调整也有一定的隐患，这种高强度的部署和研发，烧钱速度是惊人的。还有就是后勤分散部署，听着好听，但真打起来，怎么给分散在几千公里海域上的几百个小分队送饭送弹药，这都是要考虑的。总体来看，美军在印太的军事部署无疑已经成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、技术最先进、布局最复杂的37.5万大军、200艘舰艇、1100架飞机，构成了海陆空3位一体的威慑体系。它既维护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盟友安全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格局。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盟友体系的深化，美军的威慑力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，美军在印太的部署会不会继续加强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